过去10年，如果你在澳洲生活、打工或留学，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感觉：澳币怎么又跌了？2011年是澳币的巅峰时期，一澳币可以兑换1.1美元或是7.1人民币。那时候的澳洲人出国走路都带风，而现在呢，一澳币只能兑换0.64美元或是4.6人民币，跌得像这2年中国的房价一样。这意味着什么？你在澳洲拼死拼活挣来的钱，回国消费的时候啥都贵了。出国旅游一到海外，酒店贵，餐饮贵，啥都贵。澳币下跌不仅是一个数字的变化，更是我们的生活质量被悄悄的打劫了。所以这期视频老沙就来好好的扒一扒澳币为啥会跌得这么惨，它到底是短期的感冒还是长期肾虚？更重要的是，未来还有没有可能咸鱼翻身？在我正式分析为什么澳币这年一路下跌之前，老沙想要先花一点时间和大家聊聊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到底一个国家的货币为什么会升值或是贬值？在经济学里关于汇率的理论有很多，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购买力评价理论。这个词儿听起来有点学术化，但道理其实很简单。它的核心思想是如果一个苹果在中国卖5块钱，在澳洲卖1澳币，那人民币对澳币的汇率理论上就应该是5比1。也就是说，1澳币在中国和澳洲的购买力应该是一样的。为什么呢？如果1澳币在2个国家的购买力不一样，就会出现套利的机会。你可以买便宜的苹果倒卖去贵的地方赚钱。长期来看，这种套利会推动汇率和价格的调整，直到这2国家的货币在两边的购买力一样为止。但只有苹果似乎还不太准确，因为不同的商品价格差距会不一样，所以就要挑选出很多的商品出来。每个商品占一定的权重，在经济学里叫一揽子商品。按照购买力评价理论，通胀比较高的国家，本国货币的购买力会更快的下降，也就会慢慢的贬值。所以那些发生恶性通胀的国家也会面临严重的货币贬值。比如委内瑞拉在2018年通胀失控的时候，1美元在黑市一度可以兑换几十亿玻利瓦尔。那时候人人去委内瑞拉都可以成为亿万富翁，但啥也买不到。疫情前的10年，澳洲的平均通胀是 2.1%， 中国是 2.6%， 美国是 1.8%。 这个倒是能解释澳币相对于美元的贬值，但却无法解释澳币相对于人民币的贬值。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购买力评价理论有很多的假设，比如说所有商品都是可以贸易的，包括理发这种服务业。比如贸易是没有成本的，像贸易公司的员工不需要工资，运输和仓储也不需要成本。再比如贸易是完全自由的，世界上没有关税，也没有任何的贸易壁垒。显然这些假设都是不太合理的，所以购买力评价理论更像是2个货币汇率的长期均衡的一个参考框架，而不是一个货币走势的预测工具。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判断汇率的走势呢？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货币看成是一种商品，汇率就是货币的价格。因为不管是美元、日元还是欧元、澳币，在外汇市场每天都像商品一样被买进和卖出。世界上每天的外汇交易量超过7万亿美元，比石油、黄金、股票的交易总量还要多。因为交易量够大，所以外汇市场也是最难被操控的市场。你看，以做空货币而闻名的金融大鳄索罗斯，想要成功的做空一个货币都非常的困难。既然是商品货币的价格也就是汇率会随着供给和需求的变化而产生变化。所以我们只要搞清楚一个货币在未来几年的供给和需求怎么走，就能搞清楚这个货币的汇率怎么走了。那外汇市场里对澳币的需求来自哪呢？最简单的就一个人要去澳洲旅游，在澳洲住宿、吃饭和租车都需要用澳币来支付。如果这个人是中国人，就需要用手里的人民币去购买澳币，是不是就产生了对澳币的需求呢？那有的人可能觉得如果我这辈子都不去澳洲，是不是我对澳币就不会有需求呢？那可不一定。只要你购买澳洲生产的商品，就会对澳币产生需求，甚至不需要你直接购买。比如中国人以前非常喜欢炒房，盖房子就需要钢铁，对吧？而澳洲是盛产铁矿石的地方，当中国的炼钢企业从澳洲购买铁矿石的时候，同样也会增加对澳币的需求。在澳洲旅游和进口澳洲铁矿石的花费都属于购买澳洲的商品，也属于澳洲的出口。因此澳洲的出口越多，世界对澳币的需求就会越大。在这里顺便说一下，为什么说美元是世界货币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很多国家在贸易的时候是用美元来结算的。甚至老沙当年在菲律宾的时候，当地的一些小商贩除了接受菲律宾比索支付，还会接受美元的现金支付。所以世界对美元的需求要远远大于其他货币。
中国想要让人民币国际化，其中一个难题就要让更多的国家接受人民币支付才行。另一个比较大的需求来源是购买澳洲的资产，比如中国的很多名人喜欢在澳洲购买房产，像周杰伦的妻子昆凌在澳洲的黄金海岸就买了几处房子。虽然说昆凌本身有澳大利亚的国籍，但他赚的钱应该是以人民币和新台币为主，所以他也需要先购买澳币，再来用澳币支付购买的房产。相似的还有股票、债券等等。澳币作为全球第6大货币，很多国家的央行、国际投行都会买点澳洲的国债当分散风险的配置，而澳洲的国债几乎都是用澳币来计价的，你想买就得先买澳币，所以资本流入也能拉动澳币的汇率。需求反过来就是供给，如果说澳洲人去其他国家旅游，购买其他国家的商品或资产，就需要卖澳币来购买其他国家的货币，在外汇市场就会增加澳币的供给。从2011年开始澳币不断贬值，是因为卖澳币的人多，买澳币的人少。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背后有很多的因素，有经济结构的因素、国际政治的因素、市场情绪的因素。但下面的内容老沙只分析了一下导致过去澳币贬值最重要的长期因素，可以说了解了它们，我们就足够判断澳币未来几年的走势了。第一，澳币是典型的商品货币，也就是某些大宗商品的价格会严重影响澳币的走势。这是因为澳洲是一个矿业出口大国，2023年澳洲矿业出口创下了4550亿澳币的新高，矿业出口占总出口的2/3，占 GDP 的13.6%。当这些矿产的价格升高的时候，其他国家想购买它们，就需要先购买更多的澳币，因此会增加外汇市场对澳币的需求。以澳洲出口最多的铁矿石为例，过去10年铁矿石的价格和澳币对美元的汇率呈现高度的相关。那问题来了，未来铁矿石的价格会怎么走呢？根据多家权威机构的预测，比如澳大利亚的工业部、高盛和 BMI 等等，未来5年铁矿石价格将呈现温和下降的趋势。他们估算到2030年，铁矿石的价格将下跌3到4成。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城镇化放缓，钢铁回收率增加，导致未来30年中国对铁矿石的需求可能下跌40%。虽然说印度、越南和菲律宾等国家正在高速增长，但他们对钢铁的需求和中国完全不在一个量级，所以短期内想替代中国也不容易。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全球铁矿石的供应正在不断增长。几内亚拥有全球最大未开发的高品质铁矿，含铁量约为 65.3%， 甚至高于澳大利亚铁矿石的品质。预计到2025年投产，到2028年年产量将高达9000万吨，占澳大利亚总产量的1/10。可以想象，对澳洲的铁矿石出口将会产生很大的冲击。另外，全球另外2个生产高品质铁矿石的地方，澳大利亚和巴西也没闲着，正在不断的有新矿投产。供给大于需求的背景下，铁矿石价格的下跌将在所难免，意味着从铁矿石价格的角度看，澳币在未来5年会承担不小的贬值压力。第二，澳洲的制造业不断萎缩。跟矿业不同，制造业不会靠天吃饭，随商品的价格而起起伏伏，它就像是国家经济结构里的压舱石。但在澳洲这块压舱石已经轻的有点像泡沫了。根据澳洲央行的最新数据，制造业在澳大利亚 GDP 中的占比为 5.9%， 这一比例在 OECD 国家中处于最低的水平。那么未来澳洲的制造业还有救吗？澳大利亚的政府当然也看到了这个问题，在上个财年批准了未来10年计划投资227亿澳币来支持制造业发展，听着好像不少，对吧？但我们来对比一下，这个数字大概是英伟达未来4年计划在美国投资建厂的 3%， 跟中国就更没法比了，还不到中国政府产业政策1年支出的一个零头，显然有点一锅粥里放一把米不顶事儿。更关键的是，澳洲制造业面临2个根本的难题，一方面是成本过高，澳洲制造业的综合成本包含人工、物料、租金和管理等等，大概是中国的 2.5 倍。另一方面是产品不够硬，当成本没有优势的时候，就需要你的产品不可替代，比如台湾的芯片、韩国的电子产品或意大利的汽车等等，让澳洲的制造业却缺乏这样的产品。给你3秒钟，你能想到一个澳洲制造业的品牌吗？这导致澳洲高科技产品的出口不到 GDP 的 2%， 远远低于 OECD 国家的平均水平 7%。
高成本和缺乏过硬的产品，导致澳洲制造业的出口远远落后于矿业和农业。若想改变这种局面，光靠政府补贴可不够，还需要大量私人投资流入制造业。但过去因为投资澳洲制造业的回报率过低，钱都流到矿业和房地产了，风险投资也更倾向于 AI 和数字经济，这个就有点恶性循环的味道。你投资的越少，制造业就越难形成规模效应和技术突破，投资回报就会更低，投资会进一步减少。过去20年，澳洲制造业投资占 GDP 的比重从 1.4% 不断下滑到 0.6%。如今，全球正掀起一波产业政策和发展制造业的狂潮，但澳洲却似乎有点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挖自家矿的味道。所以，澳洲的制造业在未来几年很难形成对澳币的支撑。第三，澳洲的国债利率不断降低。我们先说过基本逻辑，如果你想投资一个国家的资产，想要稳稳当当、风险最小的赚点钱，你会投哪里？答案是买这个国家的国债，是最保险的选择。而国债利率就是一个国家的无风险收益率，随着利率高，钱就会往哪里流。所以当澳洲的国债利率高于其他国家的时候，大家就会买澳洲的国债，澳币的需求就会上升。相反，在过去10几年，澳洲10年期国债的利率和其他主要国家相比，一直在缓慢的下降，就导致一件事儿，澳洲的国债不香了，澳币也跟着喋喋不休。那么问题又来了，未来澳洲的国债利率相对于其他国家会怎么走呢？关于这个问题大家最关心的肯定是澳币和人民币的汇率，所以我们就重点说一下澳洲和中国。自疫情以来，澳洲和中国的10年期国债的息差不断走高，但澳币对人民币的汇率却并没有不断上升，这问题出在哪了呢？原因是中国实施外汇管制，人民币兑换成澳币有很多的限制，就导致即使中国的国债利率很低，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也没有办法将人民币随意的兑换成澳币来享受澳洲这边更高的利率。因此中国的利率水平对人民币的汇率不像其他国家的影响那么大。最好的例子就是疫情时期全球大通胀的时候，主要国家的央行基本都在疯狂的加息，但日本却按兵不动，这导致日元的汇率一泻千里。但中国比日本还要夸张，因为各种经济的问题居然降息了，但人民币的汇率却没有像日元一样大幅贬值。除了外汇管制人民币之所以可以保持强劲的另一个原因是央行操盘。当人民币承受贬值压力的时候，央行大量买人民币卖外币，硬生生的撑住人民币的需求。当下中国央行正处在两难的博弈，一方面中国希望保持一个稳定的人民币汇率，就这样才可以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毕竟谁也不想接受一个动不动就大幅贬值的货币。另一方面，中美贸易战让中国的出口受到更大的压力，主动贬值人民币也可以刺激出口。所以未来1-2年澳币对人民币怎么走，关键还得看中国到底能不能扛住中美贸易战的压力。如果还能扛，大概率会死守人民币强势，澳币对人民币就很难涨起来。但如果扛不住，出口继续疲软，那么中国也可能会让人民币温和的贬值，那个时候澳币对人民币就有可能重返5点几。第四，资本持续流出。先说养老金，根据澳洲养老金监管机构的数据，目前澳洲 Super 养老金每年资金净流入超过600亿澳币，而这些新增的养老金，其中有 35% 都投资海外资产，股票占比 26%， 债券占比 9%。因此光是 Super 养老金的钱每年就有超过200亿流出澳洲。其次是经常账户常年赤字。经常账户代表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综合贸易和投资的收支平衡。大家是不是觉得澳洲靠矿业每年赚那么多钱，这个收支平衡肯定是正的？很遗憾，并不是。澳洲的经常账户赤字占 GDP 的比例甚至要常年高于美国。这行为澳洲虽然在贸易上赚钱，但在投资上分给其他国家的钱远比收到的钱多。2025年第一季度，澳洲在贸易上净赚了52亿澳币，但在投资上却有194亿澳币的赤字，导致经常账户赤字约为146亿澳币。举个例子，澳洲的矿业巨头 BHP 2024年净利润为79亿美元，其中38亿美元以股息的形式分给股东。但这家澳洲公司的股份有很大的份额都由美国和英国的海外投资者持有，这些以股息的形式分出去的钱就导致澳洲在投资上的赤字。不管是养老金的流出还是经常账户赤字，都会导致每年有几百亿的澳币在外汇市场被兑换成其他货币，压着澳币往下走。
显然，这个情况并不是一次性的，而是结构性、长期性的。说到这儿，我们已经把过去几十年压着澳币一路下跌的4大长期因素给说完了。铁矿石价格波动，制造业长期萎缩，利率降低，国债吸引力下降，养老金和经常账户赤字导致资本不断流出。有的人可能想说，老沙，你分析一个国家的汇率怎么能不提央行的货币政策呢？我觉得那才是影响一个国家汇率最重要的因素。这是因为，虽然货币政策，尤其是超预期的货币政策，会在短期内对汇率造成巨大的影响，但长期来看，央行都会保持货币政策在中性利率附近。如果今天澳联储超预期的让澳洲的利率大大高于中性利率，那么未来就一定会让利率再降回来，所以它只能算是一个短期的因素，不在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那未来澳币还有没有机会反弹呢？当然不能说完全没有可能，比如铁矿石的需求突然暴增，制造业大崛起，全球其他主要国家进入新一轮的降息周期等等，确实都有可能给澳币带来反弹的机会。但就目前来看，澳币想要长期上涨，不仅得靠运气，更得靠澳洲自身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想要规避澳币下跌的风险，最好的方法就是学习澳洲的养老金，把一部分钱投资海外资产。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每一个能看到这的人。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视频，可以随手给一个点赞、评论或转发来支持我一下。当然，不要忘记点开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最新视频了。我们下期见，拜拜。